第一题，最爱吃的东西，牛排，好难得哦，真的有喝酒有差啦。平常都是我帮你呼呼，我也想要呼呼。你先对我撒娇啊，拜托。这个俊鹏跟嘉威，你们谁的酒量比较好？他酒量真的是，应该是公认的好啦。俊鹏跟嘉威，你们是第一次饰演这种男男烈的这种关系的这个剧作吗？我是第一次，对，我们两个是都第一次。所以之前当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演出的机会啊，包含了要去试镜啊，跟争取，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心路历程嘛？因为这个可能跟平常你的对手戏是女生会美女会有点不一样。你先说啊。我自己觉得蛮酷的，因为我之前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作品，然后我其实去试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特别有多想什么，就觉得看那个角色跟看那个剧情，我觉得是一个很酷的挑战。对，所以我其实蛮兴奋的，在某个程度上面。我自己也是，就我自己没有太多顾虑，因为我看了，就是我觉得他的角色背景跟他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我反而是比较怕，就是我爸妈那边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先告诉他们，然后开导他们，但他们也没有觉得怎么样。你还需要先报备吗？在这样如此这个开放的这个时代，跟这个，就我自己担心啊。对，就后来我跟我爸妈讲之后，他们就去啊，他没有说什么。结果是你比较保守，爸妈讲 OK。早在你3岁的时候，我就想过今天的到来。对，那我自己顾虑太多。那其实，在这样的一个 BL 的这个宇宙当中啊，我之前在上一季讲过，它是深邃又美丽，有一种很独特的一种聚众能力。你们以前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跟世界了解吗？我没有那么熟悉，但是后来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因为随着剧的这个开始热播，我相信你们的生活跟生命开始有一点不同的改变。的确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。哪些具体的改变？你是在路上会被突然被认出来，还是有什么以前没有过的经历？通常我应该是对于这块我是之前都不了解，所以我上网去搜寻很多那种他的一些专有名词，对，就是一些那叫什么攻受啊，然后什么。这可以讲花姐什么菊茄那些，我就有特别去查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。对，我自己也是，就是马上去，因为一堆人会在你的讯息那边留嘛，专有名词出现了，专有名词，我想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一个去搜寻，OK，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，这样了解。但是其实它也开拓了你们的视野，而且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，宅男腐女或者腐男腐女，他们有很多很可爱，甚至会自行脑补各种剧情的一种宇宙跟延伸故事出来。对他们其实他们很投入超级投入，然后就会有很多一些画面，我就觉得太可爱了。它就会让你觉得，是不是现实生活当中有别于那个平常生命当中的一种新的次元？对，他会帮我们延伸他们自己的想法在那个剧情里面。对，那就很酷。哇，那我哥很可你可以喂他一个，不是说不用客气吗？真的不用客气。在剧中，其实好像弟弟跟哥哥的关系有一点不 balance， 是因为弟弟比较直球对决，你主动追哥哥吗？对，他其实直球对决，他运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手段。什么招？来分享几个，让那个阿北学一下。这个招好像在一般来讲好像不太好。对，就是偷袭他的室友。偷袭室友。对，然后对任何接近我的人，他都会想办法歼灭。没有到歼灭啊，就是让他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好恐怖。但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们的性格是不是又刚好相反？就完全颠倒啊！怎么说？对，反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比较会去打我的朋友的。我不会啊。我会警告他，先传讯息。然后对我会比较主动对我也是直球对决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喜欢的女生，爱情你会主动，会主动，你会多主动。有些人是暗示到连对方都不知道，一年还不知道啊，原来你喜欢我。我会介于暗示跟明示中间。举例，我会很明显的让他知道说，
我对他比较，我对他比较不一样。开始，弟弟呢？我就是你刚刚说，就是一直暗示他都不会感觉到的那种。所以过了1年，人家啊，原来你喜欢我，我怕我自己自作多情，然后人家根本没有这个意思，然后我自己在那边一厢情愿，所以我通常都会等到，除非人家真的确定说，就是我就是喜欢你，你到底要不要？你对我有没有感觉？我要从你这边画一条线。你知道我们要给他一个那个忠告，就是那种长者的忠告，就是你这样的1年早就被人家追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很多错过的。你有时候遇到一些女生，你真的遇到一些人，你真的会觉得不错的。你看你一这样子，你就没机会了，你搞不好就再也遇不到了。而且你知道，就有些时候就发现追到那个你喜欢的女生的男的还真不怎么样，会不会扼腕？真不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要自己主动出击。是，这是那个长辈兄长组的那个，因为我很怕受伤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怕我告白，大家都怕啊。但受伤跟后悔，我比较怕后悔。哦，也是哦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多半都是后悔，我很多就是。那你后悔了20几年，现在可以不要再后悔了吗？是好。然后你们有接受到不同国家粉丝给你们的一些反馈，或者是信啊，就是 message 啊这些。哦，我很多，就现在多了一个什么亚洲第一公的封号。亚洲第一公，为什么笑容当中有点骄傲又腼腆？然后不好意思，亚洲第一公，哇，你真是称霸！就最近我的私讯满满都是亚洲第一公，但我最近收到一个蛮特别的，因为我在剧里面就是很有钱嘛，然后就是有投资，然后就有粉丝私讯我说我是买哪只基金，我想说，那你后来有报吗？当然没有啊，那你要骂我怎么办？其实也会有超乎兄弟之外的这种就情感戏。对，那面对这些戏、这些镜头，你们会做特别的准备吗？还是其实导演一个指令，你们就一个动作？还是会自己再去研发出新的在镜头线呈现的镜头语言？其实我们前面就有先排戏过，对，反正因为我们2个其实不太对剧本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不会对剧本，都是到现场之后看怎么样，凭一种感觉。对，我们不会那个氛围，我们除了在排戏一开始在排练的时候，之后在现场我们都不会，就我也不会跟他不太会跟他对词，或者说等一下要怎么做，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，然后到那个环境，然后看是什么样的感觉，我们就自己会，因为跟弟弟就是会有一个已经有感情，对，所以就还蛮自然的。就是我们感情就是一直都就在心里面，所以今天如果要有什么一些动作或是什么戏，或者需要什么样的情感，我们就随时都可以拿出来。我们比较多的是肢体之间的帮助。对，就是如果这场戏需要这个氛围，然后他可能会来牵我的手，就是给我一些肢体，因为我觉得肢体是最能传达那个情感。然后我就会抱着他，然后他也会抱着我，就我们2个之间是这种比较内心情感之间的交流。就我们也不会说什么，我就会默默的走过去，然后我就会抓他的手，对，他就会牵住对，我抓，我就，然后有一次是他跟我说，就那时候我蛮需要他的，然后我就抓超用力，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有感受到我的那个需要他的那种感觉，对。所以你们真的有在对戏当中有被电到的感觉吗？有一次是在一场戏是，但那个对我那个是一个就算是一个我们2个在散步，然后我们在聊天讲一些事情，我是反而是在那个比较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戏，突然被他电到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突然觉得哇，有一个人可以这么理解我，然后这么了解我，然后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就被电到了。我反而是在他，因为他在戏里面其实很常安慰我，或是呼呼的，对，拍，然后呼，就他很常安慰我。你可以 Q 安心雅来吗？自己默默先喝的。对，就是他在戏里面很常安慰我那些，我反而觉得他这个举动是最迷人，因为他其实很温柔，然后他的声音也很温柔，所以他在安慰我的时候，他的一些声线，还有他的肢体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非常暖化，对，很心动，砰砰跳，砰砰跳。而且他们2个在那个，就是我们在杀青之后，跟弟弟的互动就一直持续有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阵子宣传，我们很常见面，几乎每个礼拜一定会见到1、2次。我反而觉得这段时间，我真的会有一天，我就突然觉得说，如果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弟弟，
好像真的蛮贴心，好像真的蛮好的。既然你们在这个因为这个工作旅程当中有这么好的默契，我要来考考你们。对，我们堪称默契最差，但这也是一个我们情感好，但是默契差，这也是一个默契，就是我们都不会一样。对，每一题就是限时3秒，那我会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你们要同时回答。第一题，最爱吃的东西，汉堡。吃，对不起啊，你刚说吃什么？我说奶茶啦，奶茶，汉堡奶茶，没关系。汉堡，好，我记得了。汉堡奶茶，哥哥哦，被笑了。3、2、1，牛排。哎呦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吗？对，原来他们第一次给了 Talk 一杯，对，感谢你们的第一次，好感人哦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善子在旁边都笑了。最喜欢的颜色，3、2、1，黑色。谁跟我说他们默契不好的？好难得哦，真的，有喝酒有差啦，真的，哇塞，没喝酒默契比较不好，不错哦。然后呢，再来换哥哥哦，来，3、2、1，黑色，北拜，再来，第3题，来哦，最喜欢的数字，3、2、1， 7。终于回归到正常状态，这个太难了，好难哦。然后换哥哥哦，3、2、1， 9。啊，这很正常啦。这9是为什么？猜的。对，我猜的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第4题，我们先讲弟弟哦哈。觉得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地方，3、2、1，眼睛。你们真的默契还不错，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吧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洗刷这个，对我有点吓到这个称号了。然后你也吓到，好像讲无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看人不可貌相，有些时候无害的最厉害。没有，我已经无害到就是他们全部人都会欺负我。来，好，3、2、1，眼睛。不错。哎，我敬你们的默契。最后一题哦，我每次这样掀开就会看到 Alan 哥，真的还是盖上好了。最后一题，敏感带在哪里？先猜弟弟的。3、2、1，耳朵。哎呀，你耳朵也是敏感带吧？也是，就对两个都怕，对，直接碰一下就会直接证明。对，我就都怕痒，脖子都怕痒。没关系，你们自己再慢慢去 discover。好，那换哥哥哦。3、2、1，耳朵。哦，有试过？有，我很常弄他耳朵，然后就不要用痒。我超痒，我其实超怕痒。真的，哎，其实你们的默契还不错，还不错嘛。对啊。那嗜好呢？就是你们是弟弟，你喜欢？我比较喜欢户外，然后海边，对，然后我会去冲浪跟露营。对，哥哥呢？我吗？我反而我个人比较懒哎，我通常都是在家附近室内的，对，我是室内活动。我很喜欢吃，之前有学过画画。哪一种画？油画？我有上过一个课是水彩画，对。然后还有上过亚克力画，但那时候是学亚克力，是因为想要自己画一幅那个送人，对，所以我才特别去学。因为善存之前善存他也喜欢画画，然后他就之前会分享他的一些那个亚克力画在往那个 IG 上，然后我就会问他，我说：“你这个很漂亮，在哪里学？”然后我就问他，对，你还想挑战什么？我有看到那个李仁哥之前演的那个一个电影。对，然后那个是迷失安迪，对啊，心如坚持，林心如坚持，对，然后那个是在讲，就是也是在说一个变性人他的，我觉得那个蛮吸引我的。如果像那种，我其实蛮会想去试试看。弟弟，我自己我已经演过伪娘了，对我上一部戏这条路上弟弟是前辈了。对我上一部戲就是演一个 drag queen， 就是变装皇后，对，然后他是在直播前他需要扮成那个样子，然后下戏之后又是就下直播又是两个样子，就是恢复到男儿身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必须要这样切换来切换去，就我觉得那难度对我来说算很高了，对我当时，对，因为我需要去揣摩，我之前做了很多功课，
去看了很多变装皇后的肢体啊，然后国外的变装秀，对我就是观摩了很多他们的一切。我会在我清醒的时候亲你。吃饭了吗？要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平常都是我帮你呼呼，我也想要呼呼。你先对我撒娇啊！拜托。耳朵是我的敏感带，刺激你的敏感带，可以吧？哇！